大家好，我叫吴立章。然后今天想聊的话题是关于两岸华语的区别。我到底为什么想拍这样的影片？其实我大概3年之前搬到台湾，然后发现大家在那边讲的华语，也就是说是所谓的国语，跟我以前在中国学的普通话其实有一些很大的不同。一开始我还以为事情应该蛮简单的，就是反正是同一门语言，大家都应该听说过那些刻板印象，就是中国人的普通话，就是北京话儿，有点像是这样，就是会一直有那种 R，就是我就是在这儿看花儿，没事儿没事儿，对吧？然后台湾人说的话应该比较温柔，有点可爱的那样子啊，你要怎么样？不然我真的会生气气的，OK？加上在台湾大家都用繁体字，而在中国就是简体字。不过，难道事情这么简单吗？当然不是。首先，我想比较快速的讲一下所谓的国语的历史。那个国语到底是什么国家的国语呢？是台湾民主国的国语吗？好像不是。是中国的国语吗？要看是什么样的中国，对吧？因为是中华民国以前的那个中国的国语。中华民国建立以后，就有一个将汉语标准化的政策，所以有一些语言学家他们在北京开会，然后就透过投票决定那一个字应该有什么样的读音。换句话来说，其实普通话跟国语都有同样的基础，就是随着时间的遗流，他们就变得有点不一样。那这个国语到底怎么来到台湾呢？就大家都知道，后来国民党输给中国共产党，然后要撤离到台湾。然后这些国民党的人其实算是比较厉害的难民，因为他们可以带自己的语言到新的地方，然后可以逼迫大家好好学习自己的语言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不管你的母语是什么，要么是日语、闽南语或者说台语，客家话或者某一种原住民的语言，其实你都要好好学习国语。然后，如果你在学校不小心的说其他的语言，你就会被老师骂，甚至被打。对我来说，我搬到台湾以后，其实有一些词语我已经学过，但在我的脑海里面，它的意义跟在台湾的意思其实不太一样。就比如说饭店，就是在中国你去任何城市，你就说啊，我要去一个饭店吃饭，对吧？而不是去饭店去睡，你去酒店去睡觉。但其实，在台湾，尤其是在台北，那个酒店就有另外一种意思，尤其是在林森北路，对吧？同样的，就是喝茶。我以前有跟一个台北人说我要喝茶，然后他看我的样子有点奇怪，然后说：“嘿，到底为什么？”像我这样的小朋友，自然没有被以前的中文老师准备好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意思啊。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就是同志。那么你在北京跟同志们开会，跟在台北的同志们
开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词汇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呢会到一些你会日常中遇到的问题，就比如说你下个礼拜一已经有发现，我说的是礼拜一，不是星期一，要跟一个朋友在某一家咖啡厅吃甜点，你就问他说：“哎，我们下个星期一还是礼拜一在那边见面？”这是我一开始到台湾，我就觉得为什么大家都说礼拜一？我觉得就是礼拜一，这个礼拜不是星期，就是礼拜一，就蛮口语的，所以你会发现，台湾人觉得你说星期一会比较正式一点，所以我后来其实有习惯，用周一，不然我就会说错，我一直会觉得，哎，这样有点奇怪。虽然周一会更正式一点，但至少对我自己，我觉得还是舒服一点。也有明白跟了解的区别。就在中国的某个城市，你跟一个朋友说一个故事，然后就是描述一种情况，或者说一个问题啊之类的，然后说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在台湾，他们就说了解。其实国语跟普通话有很多的不一样的词语，描述同样的事情，或者说同样的东西。我觉得最知名的应该是那个水平跟水准的区别。就在中国有那个汉语水平考试，对吧？但是就算在台湾，其实有另外一种考试，但如果是在台湾的话，它应该是汉语水准考试，但不是。还有，我现在到底在干嘛？我就是在拍影片，是不是？但是普通话其实不会用这种影片。中国人说我现在在拍视频。下一个例子其实对我来说真的很烦，我有点受不了。就是累积，因为我一开始在上海学习中文，我初级的那些词汇，它包括积累，所以我来到台湾，一直要觉得就是真的要小心。现在不要说积累，要说累积。但我最近在台湾就听到一个人说积累，然后就觉得我到底这些年都在学什么？所以好像以前大家都一定会说累积，但现在好像也有一些人说积累，所以现在的国语是不是已经被普通话渗透了？很平心而论，积累跟累积我还可以接受，我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猫熊跟熊猫。真的，你开始学习中文，就你中文老师跟你说，那你知道 panda 什么意思吗？就是熊猫，这是中国人会跟你这样说。但我去年才发现，台湾人说毛熊，我就觉得真的，我的这个生活是不是谎言呢？就以前我在台大上了中文的课程，然后我们其实每一周都要做一个口语报告，然后那个时候做演讲，是关于一个好像是经济相关的话题，然后我已经讲完了，然后我的那个老师说：“哎，那个李站，
说的还不错，但其实我们在台湾，我们不会说通胀，我们会说通膨。我说啊，因为我在中国学的 inflation 就是通胀。OK，聊到交通，其实，在台湾，大家应该知道，我们在台北不坐地铁，我们就坐捷运，对吧？这个我还可以接受，但是你到美国纽约，你不会坐捷运对吧？你就坐地铁，所以国外就是地铁。我就说好，可以，我可以。那你要坐计程车吗？你说出租车、计程车，OK，所以这是计程车，所以就打车吧。好，打车就可以，谢谢。现在我们谈论一下文法的问题，因为其实，在台湾的说文法，而不是语法。原本在中文就有3个的，它们的区别你都应该学会。但现在台湾，应该是在80、90年代，我也不太清楚，他们就有改革，现在基本上只有一个的会描述很多的情况，就比如说我生病以后，渐渐的恢复了，对吧？这是这个的。如果我开车开得很快，它就应该是这个的。但在台湾，其实在这种情况下，你都可以用这个的，其实简单多了。但如果你其实看一些以前的书，你会发现还是有这种区别。所以如果你想比较了解中文这门语言，你还是应该学习一下。我们现在来到一个蛮有意思的部分，这种现象叫做这明明是一样的，但读音就不一样。最有名的例子大家都应该知道，那就是垃圾跟垃圾。但实际上，在台湾有更多类似的词语。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词就是包括，我是说，在台湾大家说包括，听到这个词，其实我在做一个功课，然后这个功课是听力的部分，然后要好好的听一个新闻报道，然后你要一个字一个字都写下来，这报告的内容。说到包括的部分，我一直在重复听，然后我还是他妈的不知道什么是包括，它吃什么瓜吗？但我后来就问我老师，我说：“哎，那个包括是什么？”我说是包括，哦，就是这2个字吗？哦，我遇到曝光跟曝光这2个不同的读音，其实发生了类似的事情。因为觉得，什么是曝光？什么瀑布啊？我就不知道，我听到瀑就觉得应该是瀑布相关的其实我觉得，就是你用哪一个读音，其实要看是什么样的情况。我觉得如果说一些丑闻就被曝光，我觉得这样比较适合。让我真的有点困惑的那种词语就是网络或者是网路，就是两个就有不同的读音，这个有什么理由也不清楚，或许有一个人可以给我解释一下。反正我现在都已经忘记是哪里说网络，哪里说网络，我就觉得你就说网络。下一个例子吧，液体跟液体，就比如说
我这个杯子里面的水是不是液体？这就是在台湾人说的。那在中国，大家都会说液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OK，我更不能习惯的就是短暂跟短暂，或是说暂时跟暂时。这是我个人的看法，是暂时更有那种艺术的感觉。干，这是不是代表我的国语还没有那么熟悉？但我说熟悉，而不是熟悉，是不是代表我还蛮了解这个国语？当然，我差点忘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词，就是"河"，不是在河边走路的那个河，就是汉的那个汉，汉的那个河，也就是说是台湾的那个汉，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汉，就是我和你，也就是说我和你的那个汉。反正我那个时候已经学了好几年中文，然后就有一个台湾老师跟我说，其实我觉得台湾人还是比较喜欢说汉，而不是和，然后说了解，不过我实在没有办法。实话实说，不一样的读音我还能接受，但不一样的声调真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吧。就比如说，在中国，有人说我有长期住在德国，但如果是在台湾，可能有一个人说我有长期住在德国，所以是先第二声，然后第一声就是普通话，但那个国语就是两个第二声，所以是长期。还有建筑，如果你是台湾，你可能觉得，哎，这个声调好像有点不对，不是建筑吗？也就是先要第四声，然后第二声，就是台湾的建筑，但中国就是建筑。来到这里，你可能以为，但至少我以前在中国学的成语应该没问题吧？我都可以随时在台湾用，对不对？就比如说有一个成语叫做“拔苗助长”，但在台湾就有一个中文老师跟我说，这不叫做拔苗助长，叫做揠苗助长。我说哦，原来如此，但我真的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是这样的。还有另外一个例子，就是正大光明跟光明正大。第一个是在大陆这个普通话的，如果我们一起做的话，然后第二个就是台湾的，就是光明正大。所以现在跟大家光明正大的说，真的好不容易，谢谢。